你对沙乌地阿拉伯的印象是什么？是一望无际的沙漠，穿着长袍的人们，还是石油富国的金光闪闪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神秘而壮丽的土地，一探它的地理气候、文化美食，还有那些你从未听说过的秘密。第一章：地理与气候，沙漠与山脉的对话。沙乌地阿拉伯位于西南亚的阿拉伯半岛中部，是整个半岛面积最大的国家。它东临波斯湾，西接红海，与约旦、伊拉克、科威特、卡达、阿联酋、阿曼与也门等国接壤，国土面积约215万平方公里，是世界第12大国，几乎覆盖整个阿拉伯半岛的80%。多数人都以为这里只有沙漠，但其实沙乌地的地貌非常多样。除了占地广大的卢卜哈利沙漠，也叫空白之地，世界最大流动沙漠。西部还有红海沿岸的高原与山脉地形，如阿希尔山区，海拔甚至超过3000公尺，还会下雪。气候方面，这里属于典型的沙漠气候，夏天炎热干燥，气温常飙破摄氏45度，但在部分高地地区，冬天气温却能降到0度以下，一不小心就让你感受到冰火两重天。第二章：人口与宗教，一神教的心脏地带，人口约3326万，其中约有1/3是外籍劳工，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，宗教上则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。对穆斯林来说，这片土地神圣无比。麦加与麦地那这两座伊斯兰世界最神圣的城市就位于沙乌的境内，每年有数百万来自全球的穆斯林前来朝圣，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哈吉。沙国的法律体系与伊斯兰教法密切结合，社会传统保守，不论政治、经济还是文化，都深受宗教影响。但在近年，这个国度正悄悄转型中。第三章：文化特色，从沙漠游牧到现代转型。沙乌地的文化根源来自贝都因人，也就是阿拉伯沙漠的游牧民族。他们以骑骆驼、搭帐篷的生活方式闻名，也代表着坚毅、荣誉与热情好客。今天的沙国社会仍保留许多传统价值，例如对家庭的重视、对长者的尊敬，以及对女性穿着的规范。不过，自从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推动2030愿景改革以来，这个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，女性可以开车、进入体育场、参加音乐会。这些在10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变化。第四章：饮食文化，一场香料与烤肉的飨宴。说到沙乌地的食物，你绝不能错过一道叫做卡布萨的料理。这是一种香料饭，搭配羊肉或鸡肉，色香味俱全，是沙国的代表菜。当地人喜欢喝茶与咖啡，但不是一般的拿铁或美式，而是阿拉伯咖啡，加了豆蔻与姜黄，喝起来微苦却香气四溢，通常搭配椰枣食用。在沙乌地，餐桌是分享与交情的象征，用手抓饭不是不礼貌，而是一种文化。传统上，大家围坐在地毯上共享一盘大菜，展现宾主尽欢的中东风情。第五章：知名景点与地标，古老与未来的交汇。来到沙乌地，你会发现这里的地标建筑不止气派，还充满象征意义。最著名的当然是麦加的圣寺与克尔白，这是全球穆斯林朝圣的终点，非穆斯林虽无法进入，但从影像中也能感受到它的庄严与宏伟。而在首都利雅得，你会看到象征现代化的王国塔，外形像个开瓶器，高达300公尺，是沙国的摩天大楼代表。还有近年引起话题的计划，在西北部沙漠中打造的未来之城，包含无车、无碳排的智慧城市 The Line。这不只是建筑计划，更是沙国转型的野心展现。第六章：冷知识与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知道吗？沙乌地阿拉伯其实拥有世界最多海水淡化厂之一，因为降雨稀少，海水淡化是他们的主要饮水来源。再来，沙国还有隐藏的石柱森林埃尔奥拉古城，这里有数千年前纳巴泰文明遗址，被誉为沙漠里的佩特拉，考古迷的天堂，直到近年才对外国旅客开放。还有一个更惊人的冷知识，沙乌地阿拉伯没有河流，没错，一条都没有。这也让他们对水资源的管理与科技发展格外重视。沙乌地阿拉伯，一个表面看似古老传统，实则快速转型的国家，从沙漠深处的游牧生活，到今日闪耀世界舞台的现代城市，它正试图在宗教与科技、保守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。无论你对它的印象是什么，沙乌地阿拉伯绝对比你想象的更复杂、更精彩。谢谢收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